大家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手新闻。近日，一则因上课时间早，将在班级群微信骂老师的聊天记录引发热议。家长小组中表示，他们孩子没有上第一节早课，从睡眠中自然醒来。3月1日，上海市春山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吉木新闻记者，他们已联系家长和学校，为这就是沟通协调。据聊天截图显示，在上海金山区某一小学关机微信群里面，家长告诉班主任，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参加所有的第一节早课，他是要自然醒。现在睡眠比早课更重要，孩子还小，期待老师作为成年人不能说太早，也不记得了。随后一位老师回应了这位家长评论，家长对老师称孩子要睡到自然醒多有点矫情，家长对老师称自家孩子要睡到自然醒报道引发争议。我以为谁对都不代表谁就对，认为对老师家长对手有点矫情，无论说法还是做法都不对。家长对孩子休息时间有不同看法，可以先私下跟老师沟通，怎么能够一上来就在班级微信群里面怼老师呢？身为家长对老师缺乏基本的礼貌和尊重，怎么能尊重老师呢？对老师再说让孩子睡到自然醒，很天真，撇实际完全由孩子性子来，可能睡到上午10点未能自然醒，那为什么必要上学呢？当然，这位家长说，就让孩子睡到自然醒，也不会太晚去上学，最多是第一节早课不上，但是学生的上学时间要符合统一规定，不是个别家长说了算的。说岂不是乱套？我们再看网友评论，就上学教育只认为青少年的权利就是其义务，这个义务在就遵守义务教育的相关。有人说，只要孩子晚上不熬夜，早点起床是规定，比如说一个时间规定。正所谓早起完全可以做到的。网友说，最好到10点5点早睡，在双减政策之下，小学一般不会布置太多作业。如果孩子作业做到深夜，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作业多，而是学习太多方法出了问题。这样应该引导孩子有很好的学习习惯，给孩子充足的睡眠。还有网友说，且不是说推迟上学、延迟放学或小孩瞌睡多，应该统一推迟上课时间，下午顺延，不对家长接送孩子带来麻烦。从小本身就是溺爱孩子的倾向，就应该多教育孩子，提高学习效率，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，而不是如果家长有起床困难症，实际上困难妥协，甚至让孩子睡到自然醒，家长把放任当作关爱，只会让孩子更加脆弱和任性。二是教育灵魂，当爱孩子也要讲究选择方法。父母和老师不仅要关爱孩子，也要去刻意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、学习习惯，并培养他们会得日意识、坚强意志，不是从而成为像风流花朵那样弱不禁风。中的种种困难挑战，正因为不正常的规矩太多，才导致现在学生压力如此之大，有心理疾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，不少人选择轻生，这也毫无疑问是个悲剧。这个上海的家长是勇敢的，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。好的，从这一点，他已经打败90%家长。说家长不应该在群里发，应该去私聊或者是让向心部门反映。但凡反映过的都就知道效真的不大的。而家长也提到，老师有孤立恐吓威胁孩子的情况，家长直接在群里说，也是能够理解的。虽然方式不当，但也许是最好的途径了。家长群是这几年才有产物，由于权力妹上书，学家长变成马屁精，为了孩子被老师关注开绿灯，无理性的服从老师，甚至送大礼什么的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家长知道，老师也知道，但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，只不过时代变了，估计自然也要变。所以出生率逐渐下降，这样其他一些原因。选择不说，家长和老师越来越多，估计要不了多少年，家长群也能够回归本质，少些逢迎吹牛，多些共同培养孩子，让学生不再有额外的压力。所以家长其实也没做错，他只不过想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已。老师也没做错，我也是执行了小任务而已。老师这种行为，可以用平庸之恶来形容，就是上级领导规定的。但是我坚持对孩子有害的事情，那也是错的。老师当然也可以辩解的，道德上就是错的。